两个疯子！包一凡，你现在听好啊，你去给安迪做思想工作，我给你妈做思想工作。爸，我们又能做得了谁的主呢？现在只能等他们俩谁先崩溃，不是等我妈崩溃，等安迪心软。我们这两个男人还真没什么用。不是啊，这我就搞不懂他们那么做事到底是什么意义啊！你妈为什么要去查安迪，帮他挖个底朝天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还有你啊，你们两个是在谈恋爱呀，又不是什么深冤死仇。我们家亏钱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你妈不听他的，他就立刻下手啊！疯了，真他妈疯了！包一凡，你现在跟他在一块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要你不惜任何代价，拉电线也好，砸电脑也好，你要阻止他，不能让他操作电脑。听到了没有？你回话呀你！我还真做不了这主。包一凡，他这种突然自杀式的袭击，就不怕把基金里的钱全亏损掉吗？到时候没办法跟投资人交代。妈，别闹了，投资收益是按年计算的，就算您这边亏了本，安迪其他投资项目只要能赚平，就没有问题。这种事儿，你女朋友都能干得出来，她还想不想进包家的门？包家在他眼里就算是个屁。你不是在他身边吗？难道你管不了他？你们俩别合起伙来给我演戏，别给我演戏！我在包家眼里，也就是个屁。我去外面了，免得我在这儿让你为难。喂，你现在跟包一凡正在交往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顾及他的损失？我顾不了，你的手太长。您再次挑战我的底线。你不是最在意钱吗？你一个小姑娘，你心思怎么这么狠？你有你在意的东西，我有我在意的东西。面对你的步步紧逼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今天晚上我会盯着你，直到你离开岱山，回到你的家里。没错，你现在电话号码显示你还是在岱山。我一时还离不开这个地方，所以固定电话和区号不能变了。我已经是在回去的路上了。啊，要不然我一会儿拍一下高速服务站的照片给你。好，现在不到11点，12点之前我等你电话。等等，你说，我作为母亲，想了解儿子女朋友的家庭情况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敏感，这么疯狂。你也应该清楚，经过今天的事，我是绝不允许你再进包家的门。请你不要搞错了，你以为包一凡爱你，就会站在你这边？他姓包，你伤害了包家，就是伤害了他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做好了包子会跟我分手的准备。
安迪啊，我是包一凡他爸爸。对不起，包总，我并非有意。对于包氏的损失，我只能说抱歉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？我非常的不愿意包太太一再的干扰我的生活。起初她以为我是魏国强的情人，跑到我工作的地方大闹，然后她不顾我的个人名誉，在这个圈子里胡乱打听。接着她又想利用我和魏国强的关系，完全不顾我的个人感受。我提出过抗议，但是没有结果。她现在带了一堆人到我的老家，要挖地3尺的调查我。我不管她跟包一凡是任何的关系，我不认为她有这个权利。她必须马上终止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只能说很抱歉，我暂时没有别的办法。看来这个电话我应该早点打给你的，啊！我太太那个脾气我知道啊。长功于大，做事呢又随心所欲，从来不给别人留空间。这件事情，伯父支持你，啊！但前提是，你不能让我造成很大的伤害啊。好吗？现在精神怎么样了？现在才刚刚开盘，还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。不过最后的结果，要看您太太回家的时间了。哎呦，这开工已没有回头箭了。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我有个请求啊，你看能不能这样子？就是你在动手之前呢，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，让我知道我的钱要被割肉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。对您太太不玩真的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今天我会撑到最后，哪怕是通宵，我也要看到她回到家。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再怎么劝你也没用了。只不过呢，这为了你着想，我也为了我自己着想的。我这边我有一个很笨的主意，啊，您听听看。好吧？那比方说呢，你已经知道我太太已经走出4个小时的路程，那你就可以关掉手机，休息3个小时。而这个期间呢，我会帮你盯着。反正他3个小时也回不到原点，也变不出幺蛾子嘛。等你养足了精神，啊，你再继续盯着，啊，汇报行程，2不耽误。怎么样？您的建议我会考虑的。那有缘的话，以后还是一家人啊，需要共同面对类似的问题，还会出现的。伯父这方面的经验是比你充足了一些啊。那个安迪，手下留情。虽然包子不一定理解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好，那就这样了。你忙你的。包总，安迪小姐来了。哦，来，吃过了没有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，来坐。包子在干什么？睡觉。没有一点别的表示吗？没有。很可惜，没有你想要的妥协啊、谅解啊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我很担心。我认为，以你们现在对彼此的态度，很可能两败俱伤。混蛋，脾气臭的跟他娘一样。我来是要提醒您，您打击他的自信，就是打击包氏的未来。我打击他什么了？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打击他什么。我除了不想退出之外，我也愿意扶他上马。我得过癌症，要是再复发的话，我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告诉他，只要他让我回去跟他一起开会，别天天想着把我给搞垮，赶我出局，
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现在公司的状况就是，不仅他为难，下面的人也为难啊。这公司的人不知道该如何站队，几乎都停摆了，每天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？他非要把我气出脑溢血，他才开心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他要不姓包的话，我早把他处理掉了。问题是你把包子当什么了？他妈妈现在还躺在医院，你就用各种手段的来制约他，扶他是这么扶的吗？我看您更像是对待仇人一样的在提防他。当然，亲手打下了江山，谁都不愿意舍弃。但是现在包氏的问题你也看到了，我相信你更不愿意看到他们一点一点的摧毁包子。摧毁他的理想和自信。抱歉，我那是在自保。那我也提醒您，包子即便什么都没有，他还有我。我即使不搬出魏国强，最不济，我可以用我的钱，让他重新创业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你就没有儿子了。威胁我呀？真不是威胁你。你很厉害啊，你真的很厉害。这包一凡找上你，我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啊。我并没有比他厉害，只是他比我更在乎你们。所谓关心则乱，我回上海了。你这么厉害，不留下来帮着包一凡吗？包子总要学会长大，但他长大的代价，很可能是毁掉包氏。做的预算难道没有问题吗？这瞎扯什么呀？更扯心！你们这样说点事儿好不好？你们是不是有点解释的没用的？事情就是。这现在说的就是这样，预算根本就有问题，就是这个。哎，田先生，你说什么？我爸怎么了？不是他怎么能由着他来呢？赶紧送医院去！不是他不去，绑着也得送过去。不是，行了，您也别着急了，您先照顾着，我再派人过去。小包总，包总没出什么事儿吧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在家里突然晕倒了。我先打个电话啊。昨天好啊。哎，安迪，你在哪儿呢？快到南通了。哟，那太好了，你赶紧去我们家一趟。是这样，我爸前天晚上突然发病，本来是送到医院里抢救，情况已经稳定了，在家里休养呢。可是刚才家庭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情况有变，马上得送到医院里去观察去。不是我爸他不去呀，他之前就得过癌症，我是怕。我知道。我这边还开着集团会议呢，一时半会儿走不开。你赶紧去我们家一趟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如果真的得去医院的话，别耽误着，赶紧送过去。我忙完了就过去。嘿，你确定你跟你爸爸演这场父子情深的好戏，把你爸请回来？是，辛苦你了。OK。小包总，包总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是啊，没什么大事。有病不能让他不去医院啊。医生怎么说来着？没事，我已经安排人过去了。来，咱们继续说嘉华的事我跟您说过了，包总身体不好，您等他身体好了再来好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真的。包总病了，现在不方便，你等他好了再来吧。我跟你说了，包总病了，等他好了再来呀。
包总，你看，谁呀？是我。包子让我来看您。包总，你看，没事，下去吧。哎呦，这戏演得太像了，搞得我都以为是真的了。没办法，这包一凡坚持要搞这个面子工程，每天叫这个家庭医生来给我看病，哎，恨不得把这个戏啊演得越大越好。还好就这几天，要不然真的把我病给闷出来了。好了，那咱们继续把戏这个演下去吧。啊，那我去那边工作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那公司的事你听说了吧？你现在还怀疑我的诚意吗？你们父子齐心，包氏是最大的赢家。继续，我也等着去看我爸。我知道，你们都担心我爸，我明白。毕竟我爸之前得过癌症，再加上他现在年纪大了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不过，请各位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会保证各位股东在集团的利益照旧，也会让集团平稳度过。包总，其实嘉华工程的预算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包氏地产和包氏集团本就是一家人，凡事好商量。老李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就刚才就不是这么意思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爸妈身体都不太好了，也都老了，现在我们家就剩我了吧？我也知道，在这之前有一些小矛盾、小误会，可不管怎么说，关起门来大家还是一家人。李叔叔，那是我爸的兄弟，是看着我长大的。小刘，跟长辈说话，那得有跟长辈说话的样子，得尊重。不是，跟你讲没事就没事啊，没有啊，什么倒了？我没有啊，只是在演戏啊。这老刘跟老李呢？他们也相信了。都倒戈了，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跟你讲没事儿就没事儿，混蛋！包一凡，杀我！包一凡耍我，他耍我，你知道吗？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得了癌症啊！这小子居然拿这个来设计我，企图让我在家里躺着休养，派人照顾我，还千叮咛万叮咛，这件事不要泄露出去。哦，那头
在公司里面，他就故意把这个事情搞大，让我的人以为我癌症复发，我马上就完蛋了。好了，现在我的人全部以为我没指望了，统统倒戈了啊！厉害！你知道他在骗你？他为了让那帮老陈上当，连你都骗。陈叔叔，甘肃有一个项目对公司西北的战略布局很重要，要不劳烦您帮忙扶持一下。您看，您德高望重，资历深，人脉广，除了您，我还真想不出第二个人选了。只要您过去，您就是西部地区的总经理，所有的业务、拓展跟决策，您来做决定。工资待遇增加30%。包一凡，我从小看着你长大，啊，没想到你比你爸妈还好。哟，陈叔叔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是您对这项目不感兴趣啊？还是您觉着这项目不好啊？包一凡，你别忘恩负义了啊！这段时间，集团里好多事儿，陈叔叔是没少操心啊，看来是累着了。要不然这样，您先回家休养一段时间，等什么时候这精气神养足了，或者说您想明白了，再回来不迟。之前呢，我总认为他做事不够高明，手腕不够，怕被人骗。可是现在看来，我养了一只比我还厉害的白眼狼，连我亲信都半信半疑、拐弯抹角地打听我身体状况。现在的状况就是，即使我站出来跟大家说我身体没事儿，也没人相信。厉害，真是厉害啊！我跟他妈斗了一辈子，什么阴招神招我都用过。他用的这招比我还厉害。要不是那个笨蛋是我的话，我真想替他拍手叫好。行了，小子做事啊，跟我当年一样，但比我狠。把公司交给他，我放心了。我去上海了，都交给他，我不管了。哎，我走了。李姐，备车。